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首先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胡文琪，运晨好，大家好。好，川普的关税政策会被判违法吗？我们来看到啊，川普呢，他的这个旋风持续的影响全球，而关税更是重要。我们来看到白宫官员说了，如果呢最高法院判关税决策不利的话呢，他还会继续用301-122条款来伺候，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贸易法，还有301-312条款等等来当备案选项，就是说你关税不用太开心啦，我们还是会继续去收的。不过现在美国的通膨是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现在川普也拟定要扩大关税豁免的范围，就是因为美国的食品通膨居高不下，引发民众的焦虑，所以呢，川普政府打算要扩大大部分对等关税的豁免范围，尤其就是香蕉啊、咖啡等等的进口。所以白宫也宣布了，像阿根廷、瓜地马拉、厄瓜多以及萨尔瓦多达成贸易协议，成为川普全球大征关税以来最新达成的贸易协议。那么美国政府高层就说相信这些协议将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互惠，长期以来当降低赤字，预期价格会有一些正面效应。哇，所以就是你现在通膨了之后，关税瞬间都不用谈了吗？真的是这个浮动关税真厉害了哈。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经济学人是怎么预测的呢？他认为川普这种交易式外交会使全球的秩序更加不稳，而中国呢是反而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局势所以台湾在美中交易中呢，恐怕会成为一个弱化点，必须要提高警觉啦。好，说到这种交易式外交你中国大陆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来看到，尤其在大豆的部分这个美媒指出呢，中国原本答应要去采购美国的大豆，结果现在陷入了一个停滞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怎么说呢？他说坚持与伙伴关系。好，他说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将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各国贸易伙伴深化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开放、稳定、可持续的全球贸易体系。不止大豆现在稀土更是重要不过呢，美国批评北京在操控价格，这个是这个美国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说法他说呢，中国是全球多数关键矿产的最大加工国，美国与其盟友几乎无法得知实际价格，中共特别锁定了锂与稀土相关产业，透过操控价格来促进自身经济。而这个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大陆既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公定稳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稀土呢，价格当然是锁定在中国大陆身上因为它真的是90%都从它那边出口的。另外呢，现在中国呢还挖到了一个超大的金矿床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辽宁省呢成功的探明大陆首个1000吨级低品位超大型金矿床，黄金资源量是达到1444.49吨这个是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要打造世界级的黄金产业基地。好，你说到这个价格战，你绝对是打不过中国大陆的啦，尤其是在小额包裹的部分。所以现在欧盟跟美国要联手来提早课征中国低价关税包裹了吗？好，这个是欧洲财长他达成了共识决定提前到明年进入欧盟的低价包裹来征收关税，想要借此来打击中国廉价的电商商品进入，预计呢就会影响到很多的中国线上零售商，像是世银还有 Tumi 等等的。不过呢，在这个汽车零组件的部分这个美国的通用汽车也希望能够不要再继续依赖这个大陆的零件了。好，我们来看到通用汽车的高层呢，它是要求供应商呢，原料还有零件呢，都要尽量去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能源，目标呢就是要最终完全的撤出中国。好，你零件或许可以撤出中国，但是晶片可能就有一点难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是荷兰的安氏半导体荷兰它现在呢还是不恢复供应安氏中国晶圆厂，那么这个欧洲车厂现在就面临了一个毁灭性的晶片荒这个欧盟的官员就警告了，说如果荷兰不恢复对安氏中国厂的晶圆供应的话，那数周内全球的汽车生产线恐怕都会面临停摆的。
好，就算这个晶片战呢还在打，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说，其实这个辉达的晶片呢，还是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来流入中国的哦。好，他是说呢，这个是一个印尼的这个电信公司啊，它从中去转手的。首先呢，中国它先透过一个跨国转手，从美国的子公司卖到这个印尼的电信，然后再来啊，中国的 AI 公司呢，再获取这个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晶片。但是啊，只要中国的公司不是为了军方或者是武器研发来所用呢，其实就不算是违法现行的规定的。所以很明显的嘛，你这个晶片战还是在持续的。地下中慢慢的还在打当中啦。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关税战的部分，现在你这个判决可能快要出炉了，那这个美国还有没有胜算呢？我们先来请教亮哥。败诉的几率比较高啦啊。不过，即便川普改用贸易法或关税法，那也没有办法像之前实施对等关税了，因为对等关税只有用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案，才能够对全球，然后不分货品项目，平均一律实施啊。所以未来如果改成，比如说要301调查啦，等等等，那也只能够对个别国家的个别项目，而且要经过调查程序，那这个威力小很多啦。所以你可以去搞啦，可是基本上你就是输了啦，你就是输掉这个司法判决啊。那川普在忧虑什么？川普忧虑一旦没有这个对等关税，可以随时加码来当筹码，那你凭什么逼日本投资5500亿啊？你凭什么逼韩国投资3500亿？还有欧盟6000亿？所以川普这边瞎掰嘛，说我如果没有关税筹码，美国会损失20兆美元。这个当然是随便说的啦，可是他事实上在讲的就是，我如果没有关税筹码，我怎么去逼别的国家来我这边投资？所以简单讲叫做崩盘呐。我也不认为他有救了啊。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在作弊，只有赖清德还在往死路上走。比如说我们以日本为例，日本5500亿，到目前只汇了1000亿到美国，只有1000亿，那就是投资电厂嘛，慢慢来。韩国3500亿，大概先拨了1500亿，那因为他要做造船业。坦白讲，这个利益他们都算过的，就只有赖清德在那边发神经了啊！明明川普12月很有可能会败诉，你还在加速谈判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蠢的一个政府了啊！像很多国家现在都停了，就看你12月会怎样，再说嘛。反正我跟你讲，即便用301、302。这个跟对等关税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最多只能够就你的大项来做调查，他不可能对台湾所有的项目都课税，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是川普的困境啊。那我也不认为有解了，因为他目前这个关税在美国做民调，有65%的人反对，我也不认为他撑得下去了。那只是。他要给自己下台阶嘛，所以他不会承认失败。他的个性跟赖清德是完全一样的，绝不认错，绝不认输。所以呢，我认为他会转一圈呐，就是我继续用关税法，继续用贸易法，那让你觉得好像他还在打关税战，可是规模会缩小很大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说中国大陆那个大豆是不是没有买？我跟你讲。当时中国大陆的大豆是这样，他并没有承诺今年要买1200万吨啊，他是承诺未来3年每年愿意买2500万吨啊。那而且中国大陆有讲一句话哦，我们就按照市场。你美国不是全世界唯一在卖的而且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大豆还有税啊，所以你本来就比较贵啊。那为什么会还有税？因为你芬太尼另外那10%还没有取消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有的吵啦，
啊。你美国芬太尼为什么20%不一起拿掉？他现在只拿掉一半。所以很不幸啊，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大豆还有税啊，所以你会比人家贵啊。那中国大陆那个进口商、在商言商，我为什么要买？所以我跟你讲啊，还有的搞啦。而且今年中国大陆的这个大豆库存好像有4500万吨这么多，其实根本不急着进口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对，您提到了有关于大陆的库存啊，大豆的库存这部分，这个确实经过调查啊，它是目前的存量是17年来最高的啊。那也就是说，以现在来讲是1000多万吨都存在仓库里面，被拿来工业用的啊，也已经有700多万吨都存在那个地方，因为要榨油啊等等的，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已经存满了。因为大陆要跟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啊，他知道过去曾经栽在这个大豆的项目上，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大陆是大豆的大量的消耗品，而它主要的是跟美国购买，所以当美国不卖的时候，大陆的这些猪它就没得吃。那这个对影响到中国的农业的生产，跟养猪户的生产，还有国民对于蛋白质的需要。那因此大陆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他就从别的地方，例如说从巴西、从阿根廷、澳大利亚，甚至俄罗斯等来购买大豆。可是你知道，大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说买就买，你要必须要是原产地要调查，而且要确定它的产品符合你的规格。它的农药的使用率等等的，它的虫害的这个都要符合你的规格，它那个要调查的，所以它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它并不是说我今天要买就可以买，你要给产证的，没有产证你还不能出口到我的国家里面来，所以它有它的规则跟一般的商品不太一样，不是像我们买一个衣服看商标它对他来讲，它也有另外一种商标，只是因为它是农作物，它的商标方式不一样。好，那当大陆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他都在做准备了。那当美国启动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不买就会产生政治效力，也就是说，他一旦不买，美国的红色的农业州他们就出问题了，川普的政权就会有问题。其中如果败选，对川普马上就剖压了，这个就是政治利益，所以他不买。会获得政治利益，但是他买了也获得经济利益，因为他如果向美国下订单，巴西自动就会降价。因为对巴西来讲的话，他怕中国大陆跟美国再多买一点，那他就会把价格往下降，所以这样的情形对大陆也有利，所以他买跟不买对大陆其实都是有利的。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刚刚已经讲到，你从美国进口这个大豆，对大陆来讲还有关税哦。它对巴西没有关税，或是很低的关税，可是美国的关税高达13%，为什么？因为2018年川普对中国大陆开始打贸易战，双方已经把关税一直拉高了，现在又打这个对等关税战，又加了24%进去，所以如果你美国的大豆要顺利的卖到中国来，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关税拿掉，你关税拿掉，我就把你的关税拿掉，那这样的话你的大豆就容易卖了，因为除非你的大豆能够把你的成本、你的价格降到比巴西还要便宜，那你要降13%，那不是容易的事吧？关税真的是一门学问了。我们来请教文琦哥。简单讲啦，我觉得川普也是一个没有底气的所谓的皇帝啦哈。我觉得在讲之前，我让大家看到一下就这2天。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联邦的大法官马克沃夫，他辞掉他的终身职，一个人不干的。这个3天之城的破败，我想速度之快那我为什么说川普不值得信任？各位如果有注意到国际新闻，各位最近我们的老美川普去说要觐见这个所谓不是觐见啦，希望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他本来悬赏1000万美元的那个独裁的总统，现在堂而皇之可以到美国接受访问，你就知道了，川普的反反复复基本上是不值得信任。因此，今天你看到说白宫官员说用301122，我坦白讲，如果很简单讲，这是咱台湾为讲的啦，因为不能讲粗鲁的话，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客气一点，就输不起啦。把拍掉了，那就某个角度，它其实就是鲁莽的赖清德的另外一个变形，因为他的底气，各位看到最后这几次，不管是最后的马德里，你很少看到说所谓在 APEC 所谓的川习的会议上面，最后没有发共同的新闻稿也没有所谓的共同的记者会，其实川普只在打短期的胜利，所以我们常常讲。
哦，中国是在下围棋，然后美国好像是类似在下西洋棋的一个状况下。回过头，我觉得《经济学人》之所以会说继续颠覆全球，我坦白讲，对于中国大陆，这是天载难逢的历史的一个机遇，有一个这样川建国。他何乐而不为？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些所谓美国官员这种，我觉得自吹自擂、半夜吹口哨的，说让共台湾为一个棒腿安高兴，说啊那个中国大陆怎么搞？你们如果把这两个国家现在的用词遣字对调的话，你把它 mark 像蔡英文之前的那个保密30年，或者是不能够给别人看的 mark 起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对调是完全的不违和。你美国可以长臂管辖，我中国大陆也可以啊，更何况你现在反全球化，就你丢我捡，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就是咱台湾为共叫欠崩单利。回过头，我们来再看另外一个，为什么我说美国没有底气跟大家报告？好，我们看一下，我念一下。目前我们的亚马逊联合包裹服务，包含这些什么星巴克等大企业，已宣布裁减数万名员工。而最近的公布，10月份的美国企业共裁员了15万3000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5%。而雇主公布的求财计划也降到2011年的最低。我请教大家。数字会说话，只要一公布，谁没有穿裤子，海水一退去，你根本就没有底气。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大陆其实老心仔仔？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字，就最近我们看到所谓的川普啊或大豆啊，这些今年的中国的股市，如果以美元计算的话，我跟大家报告，运成你知道吗？上涨了所谓的3%，是标准普尔的这个500指数的涨幅的2倍。换言之，如果你真的很客观，不要用意识形态，你看中美两国实际的底气来看的话，包含我们再来念另外一个数字，1年来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商品的整体的出口增加了8%，对美国的出口却下降了7%。换言之，这一来一往之间，两国的底气我们就知道了啊。至于我们最后看到说啊，这个是不是川普的禁令会不会辉达的禁令是不是有没有办法贯彻实施？我坦白讲。传统我们东方人的智慧，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我绕个圈三角贸易，我随时都可以进来。因此，我说在这一场的美中台，不管大两岸跟小两岸的博弈，我还是要呼应一下我们的赖清德。你真的要赶快醒过来，你不要再自己玩自己了，会把台湾人给玩死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美国政府是重新开门了，但是在经济方面呢，好像还是没有这么的乐观呢。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川普签署了临时支出法案哦，希望呢能够重振股市信心。好，这是白宫下令联邦员工呢星期四返回工作岗位。那么随着政府重启运作呢，这场这个历史性的停摆事件呢，竟然是导致啊有60万的联邦员工被迫休假，还有办公室关闭，甚至冻结了数十亿美元的薪资和支付哦。好，这个期间呢、造成了6万人失业。那么重开日的时候，还是有近千的航班都被迫取消。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白宫的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他说啊，这一次的关门呢，造成了15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金额真的是非常大。好，而且甚至呢，就算已经开门了呢，还是有近千班的航班取消。截至美东时间早上10点呢，共有996个航班被取消啊，超越了前一天的910个航班。而即便这个美国政府重新开门了，不止航班还没有办法恢复，美股也是重挫了吗？我们来看到是道琼只重挫了797点，那科技股呢也是跌的，那台积电的 ADR 也是跌了近3%。好，这个13日的时候啊，4大指数收盘是全数大跌，道琼是重挫了797点，那辉达也大跌了3.58%，那台积电 ADR 也跌了近3%。好，现在这个政府重新开门了，大家都想说，那这个很多的经济数据是不是都可以公布了呢？还没这么快哦。为什么？白宫说啊，10月的数据恐怕还是难产，因为这些数据呢需要透过实地调查，所以相关的
作业呢，也因为停摆太久了，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好，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题啊，那就是呢，川普对于美国签证的发放又有了一个新标准。那是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肥胖还有慢性病呢，通通都要纳入发放签证的审查哦。好，这个是卢比欧说呢，他最近致电给全球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只是签证官在审查申请的时候啊，必须要把肥胖、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都列入评估，可能成为拒发签证的理由。那么新规也要求要考量这个申请人的年龄啊，还有家属抚养的负担等等的条件。好，不愿意具名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就说了，这一份电报呢是由政治官员起草的，没有征询过职业外交官的意见，也没有经过常规的审核程序。而白宫怎么说呢？白宫说啊，美国100年来的政策皆包含拒绝会造成纳税人负担的申请人。好，川普政府只是在落实把美国人放在首位。好，毕竟呢，如果你在进来美国，然后用太多的医疗资源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经济负担嘛。尤其现在美国的经济压力山大，我们来看到啊，最近呢，川普啊又来去找这些华尔街大咖共进晚餐了。就是在12日的时候呢，川普签署了让美国政府重新开门的投资法案的那一天晚上呢，哇，他又邀请了10多名的华尔街大咖在白宫聚会，就包含了谁啊？摩根大通的执行长，还有避险基金大亨啊，还有这个执行长等等的人哦，似乎又要叫大家来赶快来投资美国了。我经济又不好了，你要投资多少？又要再全部点名一次了吗？好，而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川普还是在白宫在动工哦。我们来看到啊，继拆除白宫东厢耗资3亿元来新建华丽的宴会厅之后呢，川普说了，他下一个目标呢是要刷白这个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的这个行政大楼。好，他认为呢，这个建筑外观的颜色呢太阴沉了，他想要来这个进行改造，他想要把它刷白啦。好，不止这个艾森豪行政大楼要来这个重新来装潢一下，现在美国的战争部也在重新装潢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是这个赫格塞斯，也就是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啊，他在干嘛呢？哇，他在重新贴牌啊，他贴的是战争部的标示，就是因为川普在9月的时候签署行政命令，把这个国防部改为战争部了，所以现在他也重新贴牌。不过呢，根据这个 NBC 的报道啊，说呢，这个举动可能会让美国政府支出高达20亿美元的代价。哇，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好，而你战争部呢，现在在干嘛？哦，现在在打击毒品哦。好，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啊，他14日在 X 上面表示说呢，川普已经下令要采取行动了，要清除这个所有的毒品行动，要执行南方之矛行动，宣布启动这个行动，那要来联合这个特遣部队和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领导，就是要对这个委内瑞拉来进行打击啦。好，但是怎么样？司法部发言人也说了，说这个打击行动是一个合法的命令，因此呢，这个军事人员在法律上呢有义务要服从合法命令。但是联合国认为啊，这个迹象显示这些行动都是属于法外处决的。好，你要来攻打这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也不是吃素的哦。现在这个总统啊，还有国防部长也说了，说现在陆军、空军、海军还有后备部队将进行持续至12日的军事演习，将此部署描述为应对美国集结构成的帝国军事主义威胁。好，我们来看到美国的经济现在的情况是不太乐观，结果你就在这个打击对外的行动上面来硬起来吗？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两个搞不好会有逻辑上的关系哦。就是川普如果诸事不顺，就干脆打一场战争，而且打委内瑞拉争议最小，因为毒枭也是真的，只是不确定马杜罗是不是毒枭集团，他才不管你呢，他就打了。那谁也救不了，因为都距离太远啊。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成真的几率越来越高，因为你去想一想啊，美国政府结束关门，结果股市大跌，这什么意思啊？这表示利多出尽，那大家开始来关注其他的变数吧。其他的变数就包括经济数据疲软，所以大家对未来就业、通膨、消费都不乐观啊。那第二个，
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政府开门之后上升到4.1，殖利率只要上升，就会提高折现率，直接压缩股市的估值，那第三 ，AI 的泡沫越来越让人家开始忧虑成真了。为什么？因为有好几家公司，它的获利不如预期，其中英伟达投资最多的那个 CoreWeave 这家公司获利就是不如预期嘛。然后还有我们讲那个 OpenAI，OpenAI 事实上它的负债可能比我们想象要多很多倍了，这个叫做 AI 黑箱啊，什么永动机，永动机就是个黑箱啊，越来越多人在怀疑。他们故意把比较不利的账不公开，比如说 OpenAI， 因为它没有上市啊，所以它没有义务要公开债务啊。那你的债务到底多少？你为什么不讲？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我也不要说是诈骗集团啦，就是在比你相不相信这样啦。因为你并没有很确切的财报来断定这个永动机可以继续持续下去嘛，所以我现在认为就是所有的对美国的经济的一些基本面，大家已经开始注意了啦，就是这样。好，我们接下来请教赖教授，怎么看美国的经济？美国政府的停摆这40几天，其实影响的层面是越来越浮现了现在的 CPI 到底多少，没有人可以估算出来了，而且呢，美国联邦政府也承认了10月份的数据失真。失实了，也就不知道。那目前11月也应该不真实了，因为他能够调查了，只是在礼拜4联邦的官员回来上班之后，然后再启动这一些对于物价的一个侦测。可是你对物价的侦测，你要是40几天之前的物价做基准，还是什么样的侦测做基准？所以事实上它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窗。这个空窗对于而且这个资料可能永远无法填补上去了，在任何研究或是任何经济学家在研究例如说我们常常在经济里面最常会就是说去年同月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一个你的经济成长的发展，你除了看我跟上个月的比，我们也会去比我去年的同样11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这个企业目前的营业额是大还是小，是成长还是萎缩衰退。那这个对于经营管理者来讲是很重要。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段时间的统计资料几乎都全部都没有，官方数据都没了，那他们也无法去重新获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对研究单位、对预测经济预测单位来说，都不是一件好消息。更何况，休那么久的假，那么再重新回来了以后，有很多人在这一段40几天没有薪水的日子中，他的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债务的问题，他都要去处理，后续都要处理。这个还不知道要消耗多少钱，消耗多少美国人的能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预估。那川普破了记录了，第一任的时候他创造了政府停摆30几天，现在第二任又创造了40几天的停摆。我觉得，而且不要忘了这次的停摆是短暂的因为民主党他们只同意到1月30号，所以1月30号如果说相关的法案没有妥协的话，那可能又重新启动。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还很难说，这个都是不定数另外，我觉得对于美国的签证越来越严苛，这个基本上来讲已经越来越不人道了。开始对于你的年龄的问题、身体的问题、肥胖的问题，甚至这种长期性的疾病的问题，都作为禁止你入境或是不给你签证的这个凭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会需要依亲，去看他的孙子、看他的女儿，或者是想老儿失孤。可能女儿或者儿子想说接过来住一阵子，对，但是这一些都不再可能。我觉得美国的政府把这个人道主义丢掉，把人权丢掉，这是真的不应该的事情。满嘴人权的
蔡英文出来讲2句话。好，我们来请教文琦哥。简单的讲哈，我觉得当然啦，这一方面刚才赖老师已经讲到，我们看到美国民主党的这个领袖啦，舒默，后来他们的8个所谓的自己的人叛变，所以今天美国会走向衰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奇怪。但回过头来讲，你看着他最近虽然已经就是暂时取得了一个所谓的协议，就是说可以重新的开张。可是我讲一句台湾话，黑哥的赫马被弯转啊，所以因为很多的工程人员，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核工人员不能够让他离职？因为那个衔接会有一个断层。当然，如果美国继续这样，我也没太大的意见，因为这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回过头来，我觉得要套一句谢长廷合理的怀疑，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现在所有的白宫的数据都没办法产生，因为相关的作业也都在停摆期间，没有办法实地调查，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可是各位细思极恐一下。”美国的川普，刚刚我念的第一趴的时候，我讲了那么多的数字，都非常的难看，至少前景不佳的状况下，有没有一个可能合理的怀疑，他希望全部都不要公布？记不记得以前郭书瑶那个不让你睡？记不记得那个广告，经典的广告？现在有可能川普是根本就不让你知道，所以干脆都全部都停摆，所有的数字你们都看不到。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切皇城之内一片祥和，这个有可能啊。所以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签证，不管从之前的 H1B 的那个签证开始，各位想想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讲得很好。川普是不是真的一个精明的商人？我开始高度的怀疑，因为我高度的怀疑他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我记得前阵子台湾在搞年改的时候，后来不是有正反两边在辩论吗？我觉得董宝成我们的院长部长讲的最好，他跟这个反方人讲说：“你有老鬼吧？你老过吗？你想想看哦，如果不管肥胖啊、慢性病啊、心血管的病，我说假设真的很顺利的到美国落地啊。”各位，他们后续的这种保养啊、保健啊，可能要花非常非常的多的钱。所以今天你看到川普在那里最后的晚餐，基督找那13个人来讲，有用吗？我补最后一个。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在改名战争部，我跟大家讲，如果改名就可以改运的话，那青鸟就改成世界最大只鸟。所以美国现在搞这个，请参考一下台船、中船之前改名浪费了多少钱，被绑没，绑紧紧，这就是赖政府现在最大的系统性崩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哇，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现在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呢也出来四问了，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提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是否要再次以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是否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好，中国大陆的反应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哦，甚至说呢，高市早苗被判了政治死刑。而现在呢，这个中国也召见了驻日大使哦，官媒也来炮轰高市早苗。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呢，他召见了日本的驻中国大使哦，要求高市要收回言论，还强调呢，台湾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以碰触的红线和底线呐。而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牛台琴也说呢，中国的愤怒啊正在升级当中。而人民日报呢也来批评了，说呢这个日本啊是2战后首次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性质极其恶劣。日方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威胁，中方必迎头痛击，玩火者必自焚。而且现在啊，这个日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登上了微博热搜哦，甚至啊就连前日本首相
相呢，石破茂也示警了。这个石破茂说，若发生某种情况，就等于日本有事的明确断定呢，这个是日本政府一直要避免的。而高市此次的表述已经接近把台湾情势视为这个日本危机了。不过呢，高市自己的内阁啊，这个内防的监防长官呢，他说呢，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日本的安全很重要，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也是同样重要的。好，看起来这个高市这一次是真的是捅到了一个马蜂窝，说了不该说的话吗？而我们来看到啊，现在这个习近平呢是正在这个接见很多地方的国王。首先呢是来看到有西班牙国王还有泰国国王，而泰国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这是中泰建交50年来啊，泰王首次访陆哦。那习近平也亲自出马来接见了。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是泰国国王啊，他展开中国国事访问。好，这是首次访华。那习近平呢，也为他来举行了欢迎仪式。好，这个瓦吉拉隆功和王后的专机抵达北京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呢，他就在机场去迎接他。这个啊，是2016年瓦吉拉隆功登基之后呢，首个正式出访的泰国的大国哟。好，这个会见了泰国国王的时候呢，习近平也表示啊，现在是中泰一家亲，将加强双方的合作。好，那么泰国国王呢，也是呢，继西班牙国王之后呢，本周第2个访陆的外国国王，具一定的这个外交利益。好，这个瓦吉拉隆功呢和王后访问北京的时候呢，不止和习近平会面嘛，也在北京去参访了故宫啊、灵光寺，甚至人形机器人新创中心、教育部教育技术还有资源发展中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还有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等地，期盼双方有更多的一个合作。好，那这个中国驻泰国大使呢，他日前也发了一个文章啊，形容泰王这次的访华呢，是中泰关系发展史上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中方很期待通过这一次的访问来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丰硕成果。好，那这个泰国总理府也说呢，这一次中泰两国亲密友谊的最高象征，预期两国议会借机这一次的机会来讨论贸易啊、旅游等话题，也会跟进中泰铁路新建的进度。好，这个大陆的官媒呢，则是引述了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教授的一段话，表示中泰一家亲的情感认同呢，是在最高层级的外交互动中的一个体现呢。好，除了经贸关系密切之外呢，其实大陆多年来呢，也将这个泰国视为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包括了这个中泰铁路建设，就是一直在持续的推进当中。而这个是泰王50年来首一次的访华耶。那专家也认为啊，这代表说抗中前线呢，已经转移到了台越非。好，可以看到这个泰王此次呢，是在泰王此次正值泰国在东南亚地缘政治重要性下滑之际，抵御中国威胁的前线角色呢，已经转移到了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了。好，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情况下，怎么会我们的高市早苗竟然是在这个时候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吗？我们来请教郭志良两哥。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啦。日本的右翼啊，搞政治都是这样啦。他引起极大争论，让他拒绝撤回那个言论，顶住了，过去了，他就认为他赢了。所以现在讨论这个言论争议已经没有意义了啦。现在是中国大陆要对日本施压到高市早苗撤回言论为止啦。那重点是中国大陆要用什么方式施压？问题在这里吧，因为你刚刚看了什么临建外交部的发言啦，或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或者薛舰继续炮轰，那都没有用啊。日本右翼不会吃你这一套啦，他们都是行动派的啦，就是我顶住这一波，1个月后，那这个议题就不见了，我就赢了，他们就是这样想啊。所以今天有传出有3艘军舰，中国的军舰穿过青津海峡啊，那我不知道后续会怎样，是不是那些我听说随行有1艘补给舰呐，那是不是长期滞留啊？就在日本海那边绕来绕去，可是这个有用吗？我怀疑有用，我不认为日本右翼会怕你这个啦，
啊。那接下来就是啊，你要玩台湾议题，我就玩琉球议题，啊，那我也可以去讲琉球啊。事实上，中国的联合国副代表已经讲了，孙磊啊，他就直接讲日本对那个琉球的原住民歧视，这个是直接挑战日本哦，因为日本目前的国内法，他所谓的原住民只有北海道的爱伊奴族，没有包括琉球。冲绳日本认为没有原住民，都是日本国民。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挑这个矛盾？他的意思就是冲绳居民有主权啊，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那这个如果要搞大啊，这会搞很大啊，叫做琉球有事，中国有事，那大家都来玩啊。那琉球地位未定啊，目前你只有行政管辖权啊，应该由当年的同盟国4强来决定这个琉球的去处。那中国大陆可以找俄罗斯来帮忙啊，把这个题目丢上来，那看你自民党怎么办？那还有别的招啊？中国大陆可以跟俄罗斯合作，共同开发北方四岛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啊，我认为没有用啊。那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啦，比如说，钓鱼岛海空的巡弋就大量增加，或者是对日本开始进行经贸反制，那我认为讲话没有用啊。这个日本右翼我相当了解了。你们不逼他吞回去，他就认为他赢了啦。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赖教授。高市早苗的这个讲话其实用意很多了哈。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大陆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开始强烈的反击了啊。强烈的反击，当然我们看到在军事行动上，就是刚刚讲的3艘战舰，其实在第一时间就出航了，然后是先经过大隅海峡，然后再穿过青津海峡。所以它在未来啊，这些军舰可能会不断的绕行，还有穿梭于这个日本的各个群岛之间的关系，然后也会举行实兵实弹的演练。其实有时候实兵实弹的演练其实对日本来讲有威慑力，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来讲等于是在练打了。中国大陆对日本可以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大陆可以毁掉日本，这个能力绰绰有余。所以大陆的战略转向可能可以做一些修正这是未来很有可能会做的事。所以从船舰的一个绕行，接着可能就是轰6K 这种战略轰炸机，然后开始对于日本的全岛进行这个长期的定期的巡逻。那你也永远无法知道这个轰6K 战略轰炸机它上面装的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还是战术核弹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可以在那个地方对你长期的绕行。除了这个以外，刚刚有谈到了，在联合国里面也已经开始对于琉球的原住民把这个议题已经挑起来了，而且声援琉球人，这是在第一次在联合国里面人权理事会在人权理事会中声援琉球人。中国是人权理事会的主席所以中国可以，我个人认为可以在上海成立一个琉球论坛那么编资金，也就是说大陆事实上是需要修改它过去的中国人不惹事不怕事的这个战略原则。也就是说中国人现在要把不惹事拿掉，只能够讲不怕事为什么？因为不惹事是防御性的那我觉得大陆现在在战略上要把不惹事从此以后都拿掉了。拿掉的意思也就是说，需要的时候，例如说美国在搞台湾搞台独，大陆这边当然就应该要让夏威夷王国恢复它的国际历史地位。日本人要搞台独，就应该让琉球人恢复他过去的国际历史地位。因为琉球王国原本是一个王国，它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夏威夷原本也是一个王国，是被美国非法的并吞，这个都是历史事实，也都是国际法上写的明明白白的。美国人清楚，法国人清楚，夏威夷人更清楚。他们知道他们原本有一个女王，有一个王国是被美国人并吞
并入他们的第50州。琉球也是如此，琉球也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当然都是要做文章的了。那也就是说不能够再客气了，所以我觉得不惹事这个部分要在中国的对外的政策、战略政策中要拿掉，也就是要敢于惹事。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惹我，我就一定惹你，这个叫做敢于惹事。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必须要把不惹事的这句话彻底的拿掉。哇，所以现在也要搞这个琉球毒，甚至夏威夷毒了吗？我们来请教文琦哥。我想中国大陆常常有一句话叫虽远必诛嘛，哈。那你看日本离中国大陆那么近哈，我觉得日本高市早苗，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亮哥讲的故意啦、有意无意啊、右派啦，我觉得他们真的想太多了。因为原本在 APEC 的会议，你看到习近平还跟高市早苗建了一个会面，本来中国大陆一直希望你恪守所谓的72年体制，恪守所谓的中日4个文件，就今天你高市早苗搞出了这个，你强烈的为什么林健会说玩火者必自焚？我必须这样讲。如果我们回过去看高市早苗过往的评价啦，我不要说他之前评价蔡英文，我觉得蔡英文会把这个论文30年，他欣赏这样的一个蔡英文，我觉得他脑袋就不好。看一看我们日本国内岸田文雄曾经怎么形容高市早苗，叫做塔利班早苗。各位你们去看塔利班高市。然后我们现在石破茂今天出来讲这些话，他说希望我们的高市早苗不要步入歧路。其实你就发现了日本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政客，或是这些比较稳定派、建制派，对于高市早苗，我觉得是十分的一个忧心。当然，我是希望啦，高市早苗就是迷途知返啦。如果他愿意的话啦，我实在是不希望他变成是英国那个特拉斯最短命的，他也许变得高市早泄，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高市早苗做了这些，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这么生气？刚刚赖老师也讲，不管是从我们的琉球，或是所谓的这种夏威夷，其实日本确实是站不住脚。如果你可以这样玩我，我当然就这样玩你。回过头来讲，我要跟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高市早苗会恶向胆边生。最近近期的一个网络影片叫《海贼舰队》，各位看一下，里面呢。就把它形容这个所谓的八个什么8艘旗舰，里面有几个的字眼，我让大家稍微知道，有所谓的燃烧吧高市舰队，世界的中心，太阳不沉，然后里面还有所谓的大量的使用所谓的舰队啦，舰罗针盘、敌舰雷鸣、出航等等，难怪中国大陆会提醒他，你也不要忘记哦，那个。过去那个侵略的，对于不管是东亚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苦难，如果你继续的在玩火的话，基本上当然一定会出事。所以，我们如果诚实的、完整的定义一下高市早苗，他是典型的，他是一个非忏悔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摆脱过往战败国的那种约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走在钢索上面？基本上他一直是内心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理想的民族主义，跟他所谓的现实的治理的技术，也就是说，或许就只有这8个人。所以我觉得啦，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行动，就是要告诉高市早苗，如果你再往前进一步，我认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如果这一次你真的不小心玩火成真的话，对不起，过往我们中国人民，我们蒋中正前总统说，以德报怨，没要你日本赔偿哦。最后是没有赔偿，